背着老妈从海南偷偷的飞回四川，敲门也要断舍离的。第3天，今天收拾这个卧室。粉丝小姐妹说，她老妈是一个节约过头的人，家里面留的时间最长的东西得有40多年了，买东西用的塑料口袋，还有吃完东西的包装盒，从来都不舍得丢，别人给她扔她就急眼。昨天收拾客厅中间那一堆，还有这底下这一堆，全都是从上个房子里面背过来的。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直接卖废品了，根本也用不上了，但是她就是不舍得丢呀，所以明着不行就来暗的了，这回偷偷的给她扔。你说这一包一包的有啥好东西？大部分都是一些不能用的，发黄的破布头、旧衣服、旧书。这2天收拾出来的毛线团差不多有180个了，几乎都是怎么倒出来的，怎么装起来。小姐妹上学用过的书，就留了几本小人书和字典，其他的全都不要了。还有阿姨的一些带文字的纸张啥的，反正我看着带字了，我就给她收起来了。这个是干嘛用的？是个乐器吗？我给她放起来了，不认识的我也不敢乱扔。这一车也是从旧房子里背过来的。小姐妹说，阿姨只在这个房子里住了2年，要是多住几年的话，这个房子早就满了。她老妈的东西可不止这一点儿，最多的在他们小时候住的那个房子呢，也就是小姐妹从小长到大的那个家，这里边还挺有故事的呢。当初小姐妹买这个房子也是因为她小时候那个家要拆迁，好像还没拆成，但是人都已经请走了，都出来租房子住，所以小姐妹就给她老妈买了这个房子。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也是阿姨去看的，当时也是为了省钱，就看了这种2手房，而且看好了以后自己先把定金交了，就是根本就没给机会让小姐妹来看房。小姐妹说，如果当时我来看了，卫生间在那个厨房里边，我说啥也不能买，但是没办法，阿姨就是那种特别犟的，谁说都没用，只要是她认准这理儿，说啥都不好使。这床上的东西也是一堆一堆的，好多没开封就过期了，有几个小插货还挺好的，不止那几个，这还有好几套呢。还有冬虫夏草这种东西，不知道有没有保质期，反正我也没看，就给它留着吧。还有这一套其实都已经过期了，我也不会看它还好不好，也没扔，把这些都给留下来了。这还有一整箱没开封的呢，我看了一下日期是2019年的，在这放了5、6年了，我还以为这几个也是没开封了呢，结果是空盒。好多人都提醒我往外扔这些东西的时候最好给它倒出来，一瓶一瓶的倒，我是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我给它拆开包装扔出去了。这些本全是小姐妹上学用的，还留着呢，好多都是半本的，应该都是没用完撕掉的。终于发现钱了哈！小姐妹找我的时候就告诉我，阿姨爱藏东西，让我好好翻着点。客厅是没发现什么宝贝，这个卧室里面也没啥。等到阿姨那个卧室的时候，你们就看吧，真的各个角落里面都有，我感觉差不多得有10几个地方吧。小姐妹还说呢，让我单独捡一期寻宝记。阿姨这东西放的到处都是，不起眼的一个袋子，打开都是没开封的东西，真的不知道这些东西如果留着，阿姨会不会吃？小姐妹应该也是担心这个问题吧。小姐妹说她自己是一个特别爱干净，有点强迫症的。她老妈又是这种各种东西都囤着不舍得丢的，这小毛衣都是阿姨勾的，啥领的都有，翻领的，前面带拉链，后面带拉链的，还有圆领的，各式各样的。该说不说，阿姨的手确实是挺巧的，要不然家里怎么能翻出那么多毛线团？但是啥都不舍得丢也够呛。这都是小姐妹几岁穿的衣服，放了得有30多年了，阿姨都给她背过来。你说背过来能干啥？小姐妹还能穿，还是她的孩子能穿？小姐妹说，就因为她老妈这个性格，她俩吵老多架了。她特别爱干净，看到她老妈这个状态就想吵架。这个大衣柜里面放的不是衣服，全都是没吃完的东西，挨个看了一下，全部都过期了，有吃的，有泡脚的，大部分都是没开封的。这个我就整盒的装了，让收废品那个大姐回去自己拆吧。好多纸壳瓶子都可以卖钱的。小姐妹让我翻翻枕头里有没有东西，我这一打开全部都是衣服呀，也都是好几十年以前的了。翻翻口袋没啥东西就直接给它丢了。看阿姨这宝贝真的是无处不在，有点空就能翻出来。我这一天就在这倒出来装进去，倒出来装进去无数次了。这个毛线团太小了，我就直接给它扔了。我也没问小姐妹，主要是毛线团太多了，我感觉阿姨都不能再做了。老演员又来了，给你们看看阿胶糕的配料表。好多人都提醒我，它可以放好长时间，放的越久越好。但是它不是纯的，也掺杂了好多东西。黑芝麻是第1，葡萄仁第2，阿胶排第3，然后后边还有一大串的大枣呀啥的。你说这些东西都过期好几年了，还能吃吗？还不丢，还等啥？让阿姨这床上铺了多少层？
没有一个是厚的，都是挺薄的。小姐妹说一个都不留了，全都给她扔了。扔之前得好好看看有没有东西，特别是这个枕头，这个大枕头又是用衣服填的，翻了翻全扔出去了。墙边上这个小缝还给它拉了，这里边的衣服可小了，2、3岁的时候还有几件比较有四川特色的，应该都是手工做的。这小衣服还挺好看的，手工做也挺麻烦的。又来一包。我给小姐妹拍了几组小时候的衣服照片，让她留个纪念。我说断舍离真好，可以看一生。她挑了2件比较喜欢的衣服留下来了，其他的全都扔出去了。小姐妹说这个窗帘也给她拆下来，不要了，到时候换新的。它不光是会躲，上面也有洞了。这个床垫子有个大窟窿了，床头也不打干净了，我就拍个照片给小姐妹看了。主要我感觉床垫的那个洞应该是有老鼠爬进去过。我在这掏床底的东西，我就听着啾啾响，我还以为里边有小老鼠呢。后来我才发现是我那个指甲磨的地板的声音，我吓一激灵。看看你们认识这是干嘛用的吗？阿姨是用它们来拆成线团做这种针织衫的。这些全是阿姨做的手工活，她做的小脚袜子，这肯定是给老人做的。小姐妹说不留了，有那么多毛线团，全都装到袋子里面扔出去了。一个卧室只留了这些东西，其他的全都清出去了。来看看今天的战果吧，这堆是能卖的，装到袋子里面是直接丢的。我本来是想把另一个卧室收拾完了以后，再把大姐找来一起往外扔。我打电话问了一下，她说如果太多的话，一3轮车也拉不走。今天就已经17、18包了，还有那一堆能卖的。今天他小孙子跟着来了，这小朋友也挺厉害的，上下拿了得有8、9趟。后来小姐妹给我来消息说，这个床垫子和床都不要了一起给他扔出去，到时候再买个新的安在这里。小姐妹是真下狠心哈，我还说呢，我说你扔这么多，你不怕阿姨说你啊？她说反正扔一件，我妈也得给我周边，就使劲扔吧。趁她现在还不知道，知道了咱想扔也扔不了了。今天这一堆大姐又要了100块钱。我感觉这个房子收拾完扔垃圾也得花个4、500，东西拿下去以后就回来收拾卫生了。这个视频我是干了1天半剪到一起的，感觉分2期有点短，分1期还有点长，想了半天还是给它剪到一块去吧。这个屋里面就剩了一个大衣柜和一个电视柜了，先把这个大衣柜挪出来，给后边擦干净，然后再把地板给它擦出来。再来一遍。这地面都有点包浆了，走在上面都沾脚，这大衣柜看着不脏，一擦那个水也是黑的。擦侧面的时候我还想着下巴顶擦完了再推回去，一掉爪就忘了。看着顶上也挺脏的，找了半天家里面没有梯子，落了2个凳子踩上来的，擦完瞅着舒服了。不知道说啥了，看我沉浸式打扫卫生吧。给电视柜也擦擦，喷的油污净，好用，主要用来擦油烟机煤气灶。我喜欢收拾卫生用它，干净省事。用之前先小面积试试，不腐蚀物体表面，再大面积喷。擦完一遍，再用干净抹布擦一遍，没有残留。插座也不能忘了，悠悠的橱窗里有。这个时候都已经快6点了，玻璃先不擦了，等到安床那天一起再擦吧。把这个窗帘杆安上，地擦出来，我就该往回走了。我这一天在这几乎待9个小时、10个小时。这地面包浆了，你就喷上点油污净，可好使了。都不用钢丝球，喷完可以直接用抹布擦，就是擦完了以后得用湿抹布过2遍，要不然打滑。这个地一擦是终于看着见亮了。好多人都不理解之前那个环境阿姨是怎么住的。其实她在这住的时候没有这么脏，就是东西多点。就是因为2年没住人了才变成这样的。第一遍太脏的地方是用手擦的，其他的都是用这个魔术扫把拖的。这样能快点哈。来看看前后对比吧，这是没收拾之前的，这是收拾之后的。等过2天把床和窗帘安上就像样了。
明天更新另一个卧室了，真的是处处有惊喜。